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2期，我是加油团的陈明。还是一样，我们身边加油团的4位老朋友：徐志胜、王子琪、贺峻霖，还有张全林，全林老师都已经就绪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身边，一同来见证实习生们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欢迎自带梗感的职场锐评系代表杨超越，欢迎。超越最喜欢哪个主持人？最喜欢哪个主持人？对，内心深处崇拜，觉得最棒的主持人他是何老师，何炅老师。对，那我觉得你是锐评系代表嘛，我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就是何老师比韩哥他主要好在，没有了，坏了。对，我觉得这个对比不明显。你觉得何老师比陈老师是？那能比吗？能比吗？因为我见过何老师我没见过韩哥，所以就是人和人近距离接触和隔着屏幕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你见过何老师，你也见过陈老师？老师，也这是第一次见。对，再了解了解。然后我去录节目的时候，我们去何老师家吃饭，何老师还特地为我点了一只小甲鱼，因为他知道我爱吃甲鱼。啊，收到了，我收到了，这是单人份，哎，这个真的很细腻。当然了，欢迎超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有3期时光，我们共同跟实习生们一起度过。上期我们看到了10位实习生开启了他们第一天的实习生活，非常陌生的环境，突如其来的第一次考验，而且从未有过，我们7季以来第1期节目直接淘汰。那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剩下8位实习生将遇到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还在复习昨天的播报呢。唐真元、蔡旭哲、宋令东、王鹤。
哟，眼里有活。Hello， 早呀！再见。对呀，我是第一个。哎，你好好看今天那个腮红啊！今天紫色的我，你可以坐工位上啊！今天哦，对哦，你已经来上班了。I forgot。他都忘了他自己已经是有空位的人了，白擦了，白擦了。Go go go！ 天啊，我超自觉的坐起来了，还好有你，不然我要在这里坐到我说怎么都没人来。主要是你们那天好多人略过了我跟凯旋，径直走到了这里。你选的哪儿啊？我选的好像是在这里啊。我在你这边坐一会儿，体验一下。太好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好像我比你，我才知道我好像比你还大。哦，好像是的。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已经叫你学师姐，这个有点，但是我其实也可以跟着他们叫你师姐。没关系，师姐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尊称。哇，老师已经来了。老师在，我们应该请 Sorry。那你忙吧，我去。我是第一个到吗？师姐好，师姐早上好。早上好。怎么还组队来上班？齐齐整整的，当然要。早上好。哇，你好早啊！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直接去工位。哦，这边。我们这都没有人。我应该都在工位了吧？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先上工位吧，找去工位。东方卫视办公环境真好。你知道我一直到离开央视，没有属于我的办公桌。记者因为在外面跑是吗？不对啊，记者好像也应该有地方。我没有，我们都没有。不坐班？不是，就是他有办公区。哦，就是流动的，就不是属于你的。一天好多个栏目嘛，所以要混合用。别说我没有，白岩松也没有。啊！我今天这个妆面和发型是不是显瘦一点？是，真是显瘦。披发，哎呀，我真是服了。本来就是，还得是制胜了。你要接水吗？谢谢。没事儿，你要温的还是？OK。Thank you。老师早上好。老师早。Hello。老师好。早上好。老师好。走。我夹道欢迎一下。什么？夹道欢迎一下。不至于吧？是夹道欢迎还是夹道欢迎？问住我了，喝着茶。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职业习惯？哎呦，哇，真的夹道欢迎还是夹道吧？把我问着了。查，对，查一下。加呀，加第一声啊。对，不能被人搅和，不能提这个。对。我们今天就会开启第2个课题吗 ？Question 不知道。好，各位同学，昨天我们进行了第1轮的考核，那接下来大家准备接收邮件，我们会把第1轮考核的成绩和大家积分的排名公布给大家。好，谢谢老师。还有邮件。第1轮为什么还有成绩？哦，就是具体的排名是吗？有可能是。那我们新闻播报组第1名是张诗文，采访组的第1名呢，恭喜唐真。是发到我们预留的那个邮箱上是吗？好像来了。收到了，看一眼。收到了。
所以只有每组的第1名才能获得7分。哦，只有第1名才有分啊！第1名有7分，所以还有6个人现在处0分啊。是。这咖啡跟我的命一样苦。那每次考核的优胜者呢，可以获得一定的分数，考核分数达到100分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终极面试。大家应该邮件都收到了吧？看到各自的成绩了是吧？我们把昨天整个的情况简单的说一下。那我们分成了2组，一组是新闻播报的考核，一组是访谈的考核。那我们几位导师看过之后，明显的感觉，访谈组整体明显弱于新闻播报组的情况，表现的问题非常多。待会儿大家可以和各位导师1对1的，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那也希望参加访谈组的各位同学在今后的实习过程当中，更好的去找到自己的问题，弥补一些差距和不足。当然，并不是说新闻播报组没有问题，每一组都有问题，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比如说，新闻组开始之前，凯旋应该都跟大家说过一句话：稿子当中可能有问题。我们的稿子可能会有语病问题。的确，2篇单播的稿件，每个当中都有错误。哇塞，处处都是细节。5个人没有1个人把这个错误找出来。第一个错误，凯旋归来。凯旋就是胜利归来的意思，已经有了归来，怎么还会有凯旋归来呢？要么凯旋，要么胜利归来，这样的用词实际很多。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令人堪忧，堪忧就是令人担心，所以没有所谓的令人堪忧，堪忧就是堪忧。比如访谈组表现不好，整体状况堪忧，没有访谈组不好，整体状况令人堪忧。第二个，罪犯和嫌疑人是有明显不同的。一个人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没有进行最终的判决之前，他都是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这是一个词语的规范使用的问题，所以这是在播报组当中暴露出的问题。当然，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播报组的5位同学把那天稿件现在拿来了吗？今天谁拿来了？完了，堪忧。不是昨天分办公桌了吗？应该留着呀。对呀。你的呢？你的呢？你的呢？今天既然要复盘，稿子都不带来，复盘什么？坏了！哎呦我天哪！我的天哪！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以后把所有的心用得细一点，好吧？那总体的情况我就说这些，接下来大家可以找各自的老师去1对1的进行复盘，好吧？考过的资料要保留。哇，跟刚刚上班时候的轻松。哎呀，有工区的第一天上来有个下马威。我一直想找陈晨老师聊一下的，陈晨老师一直没来呀。不行，还挺想找做新闻的老师聊一聊的。走。我觉得那天你们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2个这个搭配组合很好，好在哪里？一个师姐带着师弟，很明显的诗文在掌控着全局，他不敢反抗我，都安排好了，所以你们的整体呈现我是比较满意的。满意就在于有一个人把控全局，这个还是好的。但你们2个在表达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断碎的地方偏多了一点。比如说刚才这几个河道的地方，明明都是顿号，你还一定要都给它那么清楚的给它断开。
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京、大寨河、北界河。你应该明白一个概念，这个稿子如果顿号、逗号特别多的时候，都是4字词或者小短语的时候，往往要给它连起来。多连少停。对，这个东西是反过来的，能更清晰。将串联起白莲京、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等6条河道，把它想办法连起来。这条啊，句尾阳停太多，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画线的话，你所有的句子就变成了有点唱了。有些地方，比如说环上有42座口袋公园，4座城市公园，连起来，对吧？这个停连也要注意点。你现在所有东西处理都是一样的，平实一点。哎，平实一点。看一下子泰同学的。白家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约2000人，以诈养兵，以兵护诈，对园区实施武装管控、虐待。就是因为你的垮，所以看起来就软塌塌。这个稿子是不是力度应该再大一点点，对吧？既然是犯罪集团，白家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约2000人，以诈养兵，以兵护诈，对园区实施武装管控、虐待、殴打，甚至杀害不服从管理、不能完成诈骗业绩、试图逃跑的底层电诈人员。这种态度还要再明确一点，现在感觉缺。是的，老师，是吧？这种垮的状态就体现出来了。勾起了你上课的回忆了吗？多连少听，太可怕了！这句话我不愿意再听。是吧？给了更长的时间，你们这个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那可能更关键的就是怎么从内容。我写了一个复盘总结。哇，好认真呀！好，接下来，冯晨朗。你是觉得你要被淘汰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买票了 ，I want to buy a ticket and go to home right now 刚才张琪老师说，访谈组整体来讲都低于我们的预期，最终从节目呈现的效果来讲，可能是差强人意。访谈是对主持人来讲一个非常进阶的能力的考验，尽量平等，不卑不亢，这是作为一个做采访主持人时刻记得的4个字。所以提纲只是一个依据，提纲不能成为照本宣科的一个东西。是的。主持的确不是辩论，对，就是我此刻不用压过你，因为新闻的一个主持人，我们是中立、客观、公正，因为所有的观点可能都带着某种的偏见。新闻最终的无论哪种播报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把这件事儿讲清楚，告诉别人。我觉得不要追求所谓形式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明白。不要。谢谢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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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Hello， 来，您方便吗？现在？没问题，没问题。好，你坐，坐，你坐，你坐。这种主动性可以的。一个是希望您可以一针见血的，就是点出我上就是之前考核的那次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其实写了个小复盘。好呀。然后我可以先跟您大概说一下。首先是我的前期准备，我觉得自己在前期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没有把整个的思路捋得特别的清晰。在那个你接到这个选题之前，你对易立竞老师的基本的好奇点是什么？好奇点是，我想了解他的反差，因为网上很多的切片都是说他是一个特别犀利，对，特别犀利的一个人。然后我想了解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对。但是我那时候找的一个落点，我觉得找的不是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更加好的词可以去替代这个词，但是我现在暂时没有想到。他就说漂亮那孩子吗？对，我印象中是。明白。如果是我，你提前来问我的话，我一定不建议你把漂亮作为你的关键词。首先，我跟易立竞老师，我们都不太在意别人对我们外貌的这种评价，尤其这个时代，大家会明白，对于女性、对于人的评价早就超出了这个。还有漂亮，你说的这个灵魂的漂亮什么，它是非常深层次的那个东西，它很抽象，就你要表达起来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那天你的那一段访谈大家会有一些争议？就是因为你把她的漂亮跟她外在的漂亮结合在一起了。你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的表达容易被人曲解。你要知道，一旦有曲解的话，它就会浪费你的节目的时间。所以我建议跳出这个漂亮不漂亮，你换一个。伊丽静她的犀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我的话，抓到她，我就会狠问她：伊丽静老师，你的问题都很犀利，你有没有把人问急过，那人就走了？或者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别人知道伊丽静她的采访风格，不接受她的采访了，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哎，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真实的问自己，就是我好奇的是什么，而不是我要怎么把这个问题首尾呼应，那些都属于像写一篇文章的修辞手法。采访不是写一篇文章，忘记工整，忘记格式。我们以前做节目，我做节目叫《鲁豫有约》嘛，我们有时开会，大家开玩笑说咱们做一个节目叫《鲁豫约不到》，你会不会好奇？会。所以你看这些是不是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对，就更想去挖掘，对不对？就是挖出节目背后的，你犀利背后一定有你做不到的东西。你的好奇，应该也是观众的好奇。问出那些，你就赢了，对不对？有代教老师真好呀，这是黄金课程，少走多少弯路啊！哇，我想总结都不知道从如何下手，我太多东西了。老师一句废话不说，就是干，像揉碎了的压缩饼干一样干。对，就是脑子特别清晰，然后他在知识和经验上完全碾压你。我特别喜欢跟这种人说话。哇，都12点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哎呀，你们准备中午吃什么吗？都不饿是吧，大家？走吧。那我们先去吃饭吧。跟师说一下吧。啊，我们先去吃饭吧。饿了吧你们？是不是很饿？有一点点。我多一点饿，估计早就饿了，不敢说。走吧，吃饭去。吃饭。这边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好近啊。对，吃饭很方便。其实东市就是简单的，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打菜，想吃什么跟阿姨说就行。好多菜啊！可以又拿这个又拿主食。可以的，可以的。哟，姐刷卡随便拿。那姐是要让你大消费一笔了。那食堂也消费不了多少。想起了我的学校的食堂啊。广院食堂好吃，好吃，好吃。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我去广院录节目，就是给你发微信，我说我在那个北院食堂2楼烧鸭饭，哎呦，就是烧鸭饭，所有人给我推荐的烧鸭饭，真好吃，好香哦！我想要个西红柿炒蛋。啊，您好，我要一份鸡腿，一份炒肉。阿姨，我要这个翅根儿，还有肝儿，还有这个炒肉。我要山花，阿姨。可以吃饭喽。你们食堂这么好吃的？对啊，真的好好吃啊！那你是这看起来就好下饭。你怎么点这么点？够了已经。我的目标是实习结束再瘦20斤。你的脸已经很小了。浪子。哎，双播是真的每天早上都必须要出早工吗？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必须7点到位去早读。是因为有一天早上，也是在我上大一的时候，有一天我夜不归宿，第二天直接去上课，然后我路过明德楼前的时候，发现你们双播的在那里排站齐，在那里 A B C D 在那里读，再看到播本的寥寥无几。怎么会呢？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出早工出的很多啊。你是哪个老师小课组的？漂亮。对，我们出的很多啊。什么时候夜不归宿的？
你说吧，你是哪个老师小课题？跟老师举报你。不，那个是小课老师是谁？我忘记了一个前提，就是在我们上小课的时候，都会非常认真的。啊，只是某天夜不归宿那一天。对，只是某天恰巧赶上了。再其次是我们很多小课组都是在明德楼里练声，可能我没看到。不错，找不回来。哇，流汗了。军哥就是汗流浃背了，差点圆不回来了。幸好他没有暴露小柯老师是谁，不然我现在就给小柯老师发消息，说你不练声，还到处说。哎，那你们大学一般是上什么课呀？就播音课一般会有哪些课？还挺全面的。哎，本人是学习委员，我来解答一下。来，就是我们分4类课。专业的基础课、专业的选修课、通识的核心课和思政课。然后核心课我们要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加在一起10几门课。确实如此。哎，说实话，我们就是作为同校的师姐，我都报不出这么多课名儿。啊，我也是。学习标兵。因为职业病。你落了一门毕业的必须选项，游泳课。哦，对。哦，对，你们为啥呀？就体育课学分。体育课以为必修游泳。你们还有游泳课，而且我们是必须考过游泳才能毕业。对，每一个人都必须游过60米。无论你用任何泳姿，只要你过去就能毕业。你狗爬过考也行。对。哇塞，我们学校连操场都没有。对呀。我们需要几点回去呢？我们下午好像要发布课题。至于课题是什么，听代教老师的。那我们差不多准备回。可以。有师姐在，其实真挺好，跟老师的一个桥梁的关系。一起才叫拼。百事一起拼，可望就可能。陈晨老师 ，Hello， 啊，陈晨老师，哎，我来上班了，我上午的活忙完了。Hello， 你们忙你们的。要发布课题了，下午我好紧张啊！又是一场硬仗。这节奏好快啊！一天一课题吗？那你要真当记者、主持人，可不一天一课题吗？确实要节目要播哈。咋又发布了呀？咋这么快呀？白哥，我们准备发布下一轮的课题了。来了，好吓人！老师，主要担心他们一会儿准备时间不够。来了！那我去通知其他老师啊。好，又是实时考核了，吓人了。对，准备时间不够。Oh my god！ 又来了。上一轮还没缓过来，要当天吧？肯定的。天啊，怎么回事？其他同学可以先过去了，我们去那边等代教老师。
怎么少了个人啊？你说张老师吗？上班去了。上班了。他去录节目。我4点钟上班。哦，天哪！就是因为现在一个主持人，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读稿机器，我们对于整个节目的内容，从选题的把握、内容的走向，我们都是有深度思考的，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所以这一次的考核内容，就是要考验大家全方位的能力。那我们有一个选题要给大家，新闻专题节目的选题策划。我不知道大家日常对于新闻专题节目就是想象是什么？比如你会怎么定义它？那这个可大可小了，说实好，从大了说一下。大了说的话，那可能它是一整档非常专业的节目，包含了很多的板块。那小的话，它可能小到一个民生的片子。这个解读非常好。我们容量有限，只能够往小了做，做一期节目。然后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放一个片段，就张老师不在哈，谁不在我们就放谁的节目。给大家放一段张老师的节目，跟我们这个今天的选题也是有关系的哈。进入疫情约见，一盒难求的潮玩 IP 拉布布又火了一把。昨天下午，在永乐2025春季拍卖会上，一款全球唯一的薄荷色拉布布以108万元的天价拍卖成交，引发了热议。让我们先来看报道，随后展开阅件。恭喜你买到，掌声送给您。随着拍卖师最终落锤，这只高131厘米 PVC 材质、全球仅一只的薄荷色拉布布，以108万元的价格完成竞拍。新闻专题策划，这个是不是很多时候是编导或者制片人可考虑的问题啊？对主持人来说，记者型主持人就得干这活，对吧？是。新闻专题节目，它往往从一个热点事件或是高关注度的新闻引入。这场拍卖会是永乐春拍的初代藏品级拉布布艺术专场。我觉得 IP 它本身它就是有这种情感寄托的价值，就是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开心，确实是如此的。它有新闻的事件。新闻事件亮出来，然后呢，采访嘉宾采访。那今天走进演播室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您好。劳教授。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是劳教授吗？你们熟悉的劳教授。哇，能者多劳啊，劳教授。劳教授是个常年的连线嘉宾吧？您觉得算是天价吗？这个拉布布并非近2年的一个新 IP。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成长之路。2015年，香港艺术家龙家生在绘本《神秘的布卡》中塑造了。其实，在尝试，就是你每一个主持人，你的工作的边界可以拓得多宽。对。而且你稍微有点编导意识，其实你将来跟编导合作的时候也会更好，很顺畅。对。采访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考古，他回溯了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一步一步非常的清晰，就是对整个信息的一个完整化的一个补充。然后再往下，很热，那么它的危机在哪里呢？您觉得现在这其中有危机吗？其实要说没有不可能，它的背后或许资本的属性也出来了。今天又是有一个反面的声音，然后再往后有一个更高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这个经济的背景下，这件事情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总结出来什么样的经验？怎么更好的让我们的国潮走出去，变得更火？从原因到危机，然后到机会，到未来的展望，所以这个当中是有个体，也要有看到群体，有点有面，这样的话，这个新闻才能够更加的完整。从一款小小的潮玩玩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链的生态，看到的是一个多元的布局。中国企业在我这样一种全球化浪潮中的潮玩的出海，其实走出了一条新路。就像您说的，我们也期待着这样通过 IP 内容的驱动，再加上资本的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多元的格局。我们也期待下一个能够搅动全球的一个玩偶的出现。也谢谢劳教授。总之，所有的方式你可以联系在一起，做出一个30分钟这样的一个新闻专题节目。哇，30分钟是10分钟。那至于选题是什么，我们下面就请白老师。大的标题就是情绪经济，自己选择一个热点新闻或事件为切口，完成一期新闻专题策划，以演播厅为主要呈现场景，然后具体包含哪些板块，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这完全是你们自己去创造。
最终实现的目的就是能够把情绪经济这个话题以一个完整的并且独特的视角呈现给所有的观众。你们8个人呢会分为2个组，获胜那个组的4名实习生会获得10个考核积分。本轮考核分为宣讲和辩论2个部分。首先2个组分别展示策划内容进行宣讲，每组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在听过各自那个组的宣讲之后，将会有一个自由辩论的环节，要针对对方所呈现出来的节目提出一些建议，以及你们如果去做的话，为什么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每组需要在今天下午7点前提交选题，明天下午2点钟进行宣讲和辩论。我来解读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哈？就首先你要展示你自己的方案，你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把它讲清楚，讲的有吸引力。就假设我们是主编，我们这个版面只有30分钟，我们到底是给 A 还是给 B 呢？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权衡的，所以你们要争取说服我们选你们这个方案。背后还有一层逻辑是说，我选了你就不能选他了，那你要告诉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选他？所以呢，你们除了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之外，还要去寻找对方的软肋和弱点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攻击对方，而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个选题有充分的思考和信念。所以大家这时候的就是各种那个才艺可以展示了哈。我们有辩论队的选手，这以前在学校里面是1辩做过3辩，这些才能都可以运用出来。上班去。行。你们辛苦。好。拜。上班去了，这4点了。4点了，7点要交，那说明他们准备时间可不多了。7点要交。还要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吧。选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情绪经济，大家本能先想到拉布布，如果所有人都拉布布的话，我就不拉布布。比如说我提几个意见哈，能想到的，我去海底捞，我不是吃饭，我去做美甲；我去密室，我未必去玩游戏，我专门去那个有一个房间是骂老板的。在我看来，提供情绪价值，它就属于情绪经济。当你提出的这个主题是新的时候，你就先天会引起我的注意。新闻是呈现事实，就是找到有趣的、吸引眼球的极致的案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去想的一个方向。他俩是交班了是吧？哎，张老师来了，回来了。我们刚刚欣赏完你的节目啊。哎呦，还好，我躲过一劫，我特别怕看我自己的节目。我刚才已经说了，谁不在我们就放谁的节目，非常好，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谢谢。2位老师觉得我能拿到 offer 吗？哦，绝对。我觉得我会先考虑给老老师 offer。对，所有场面都可以应付。您跟嘉宾真的太好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分组了？对，我们的这个组长实际上已经有了。第1名吧，昨天。2个10分的，分别是张诗文和庞真。庞真，上一个课题的第1名。2位组长各有一个人名盒，其他实习生依次进入会议室，将自己的名片投到心仪组长的人名盒中。如果盒子里名片数量超出3人，这名组长需要进行取舍，最终选择3位实习生组成4人小组，未被选择的实习生自动加入另一组。不要谁猜？天哪，还是难的事情，对不对？对呀，假设有一个盒子里有6个名单，这事儿得多伤人呐！妈呀，太难了。这样还是先2位组长给自己拉票。那我先来吧。好，好，大家好，我是庞真。
之前我其实参加过很多档的节目的录制，包括很多选题的策划，所以我觉得我整体来说是一个逻辑性比较强、组织能力也比较强的人。然后再来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性格特点是比较偏向于有亲和力的，所以我很有信心能够把我的组员粘合起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然后我们再一起努力把这个课题共同做好。谢谢。哎呀，庞真看着确实像那种有领导力的哈。对，庞真有很强的实践经验，成熟。好，诗文，来，各位朋友、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张诗文，本硕都是中传播音学院，我跟的导师也是新闻方向。我自己平时也比较喜欢看新闻节目，所以对新闻节目的框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和认知。我本人是 INTJ 型人格，是比较理性、比较有逻辑性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以事实为依据，以观点为依据，一起去呈现出一档平实的、有新闻质感的好的新闻节目。然后希望有理想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档节目，也在这个路程中一起来丰富自己。我很期待跟大家学习、交流、探讨这样的机会。谢谢大家。这也是大姐范儿。好，怎么都说的那么好？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那接下来就到投票的环节，我们3位回到办公室等着吃瓜。好，这个最喜欢了。好，大家加油！你们2个组织他们来吧。好的，好的。那我们要去拿票了，是吧？就是上午给你们的那个名片，给大家发一下你们的名片。诗文，好。哎，我姿态在这儿。令玲，谢谢师姐。给他们名片干嘛呀？这证明之后咱们要以记者的身份出外景。我觉得也是，咱们肯定要出去干别的。有这张名片不会被打。哦，原来是这个。就给了你们1人1盒自己的名片嘛。哦，好。赶紧撤。这种尴尬时刻真的不能见证，我们会干预他们的选择的。对，我们再可能会影响到。哎，这不有个老布布吗？我也有个老布布。你让我看看你的老布。我的，我已经给他穿上衣服了。哟，真的？什么衣服？就是一个。哟，这个衣服很可爱呀！你这个本来是什么颜色的？本来是个绿的。哦，这个也是。已经脏了。现在网上卖这种衣服，相当于当年卖手机壳似的那种。哦，对，已经是个生意了。超越是不是很喜欢老布布？你之前分享了。对，之前我朋友他们有送我很多那种大的、小的，很可爱，啥颜色都有。集齐全套。其实除了聊选谁之外，我觉得是你们更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他们2个风格完全不同，对吧？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哎呀，要他们纠结了。所以你想选谁？我想很混乱。因为我想了一个选题，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可以一起做。我刚刚看到那个情绪经济，我了一下，我一想，哦，经济。我觉得你是可以给数据的。我已经有我觉得比较好的选题了，2、3个，就看大家会不会喜欢哪个。我已经，哎呀，真的很想跟你讲了，我真的很想跟你讲了。我们要多久投票呀？不知道，我想现在就投票。为什么不赶快投？我感觉来不及了。对啊，要这样。选谁？什么？想选谁？不告诉我。我感觉好多人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你要去八卦看看热闹。他们这就开始选了。开始选了。你这家伙。我们就在外边看看，不进去。真的？我的妈呀！你要去转悠转悠吗？他们开始投了。我们在外边转悠转悠。偷感很重，我过去看看，围观一下。哎，老师们也来了。他们在哪儿投？哦。来，坐我们这儿，老师，来让给你们。我们的绝佳观景位。绝佳观景位。我是来倒咖啡的，我什么时候来看过了？真是的。我去通知你。大家准备好的可以拿着名片去投票了。进去吧。哎呀，你看有些人果然的。没有人去了。
我们去了，没有人去跟我去，有那个懒子去了。好。你们觉得谁的票会多？其实我们俩刚也聊这个问题哦。是吗？就是西哥问我们两个觉得谁的票会更多，但其实我猜不出来，因为他们俩风格太不一样了，觉得也比较难。这里是有好几层，一个是要选队长，还得选队友。你得看是不是大家都得投他，我也想跟队友去合作。另外他们还有选题，他每个人又有想法。如果说想法比较一致的话，在一起效率也会非常高。我觉得庞真确实社会阅历要丰富蛮多的，但是诗文也挺有想法，挺有主见。朗子我觉得会选庞真哎。哎呦，程朗选了庞真，好，你赢了。下一个可以去了。我的名片放在哪里？他那个会议室里面有2个箱子。队长心里也忐忑哈，万一一票没有这。我的运动会投庞真，我也觉得，因为是同校的。感觉好像奔着庞真去了。哦，3票了。果然。你看他们这3个人，其实性格上看起来还都是像的。投好了。我先去。我感觉他应该是选诗文的，因为他刚刚就已经跟他说了，他说我好想跟你说什么。我感觉他会投诗文。诗文是他心里靠谱的大姐。哎呀，你看毫无犹豫，想都不想。他们那天就一起合作。对，而且第一天被师姐带得很好。林蔚应该是庞真吧？庞真吧。嗯。看看志胜了不了解林蔚啊？嗨。哎，志胜，你这。他应该选庞真不太行。话没说完。话没说完。林蔚应该会选诗文吧？你怎么那么了解林蔚呢？志胜，你可以的。还是懂你的女神啊！张诗文被发现了。下一个，你们都投过了吗？说。老师可以看到你选的是。OK， 在哪儿？在会议室里。我觉得他大概选庞真。应该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如说中传的会投中传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王玉是中戏的，他投谁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没有跟他师承关系嘛。就是我更想和谁合作。对，我觉得谁看上去跟我更搭嘛。选石维呢？我感觉他会选庞真。你不了解王宇，你不了解王宇。哎呦，诗文组先买了。我们是不是都投完了呀？那我去。就雨佳我没投了。我去了。雨佳挺纠结的，因为他们也是同门。那如果最后有一组人多，有一组人少呢？人多的那个组长先挑人。哦，还有一个反挑。在里面投。选诗文，让诗文面临一个难题，快。他眼睛第一眼看的庞真。我觉得他会选庞真，
我猜雨佳觉得膨胀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我认为更强的那一个。对。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我在不那么强的一组里面，可能更能够凸显我自己的优势。但是实际上最后拿考核分的话，好像是一组都拿分的。但还是自己希望在这一组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嘛，有更多自己意志的呈现。只要选诗文，诗文就面临一个难题。应该是诗文。哦，满了。完了，难题交给诗文了。要好看了，要好看。这下有蛙吃了。哇啦！果然不当组长呀，就是没那么一件事。组长快晕了，已经。我要晕过去了。没关系，可以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全部投票已经结束了。现在请2位队长进入到大会议室当中，选择自己票箱当中的队员，选3位，然后回来宣布结果。紧张吗？赶紧抢位子。看我手冰凉。对你手冰凉，没事，加油，给你暖暖，加油！哇塞，搞得好正式。我们俩要一起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自己看？你先选啊，因为你的多，让我来看一下。4选1，我第3。我现在心脏快跳出来了，你别说，其实还挺难抉择。相信你心的答案。志胜，你这么了解，作为最了解选手的观察加油团成员，其实不是因为了解，而是因为观察力比较强。漂亮。那么观察力最强之志胜，你认为他将要淘汰的是，总不会是你心中的0位吧？王宇。王宇啊？嗯，我就把话放在这里。哎呀，很艰难，很艰难。那我是不是现在要给你？好，直接给。他不会随机选一个吧？哎，放在最上面了。哦啊！这么惊讶？谁呀？他为什么这么震惊？雨佳吗？不应该吧？那就是子泰啊，应该不会是子泰。所以他把0位推过去了吗？哎呀，每个人都……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我回去。好，走。我的手有温度了。对。那我们现在要宣布，你们宣布吧，我们俩在这听着。那我先公布我的队员吗？这次有幸成组的搭档是侯子泰。OK， 这个意料之中。杨凌卫。哦，凌卫和王玉和雨佳。王玉。啊！雨佳推过去了。推过去了。哦，雨佳是里边可以说是最强的成员之一了。对。哇，天哪，这个是集体作战呀！对，把一个这么强力的援助推到对面队伍里，而且雨佳跟诗文之前一直在学校就1、2名。雨佳之前在学校里是第1，然后但这次那个第1次的项目诗文是第1，而且他俩的私人关系又非常非常好。
所以庞正那么意外。对，瑜伽能力也强，然后他再加上可能庞正也考虑到他们的关系什么的，所以他那一下还是挺意外的。谢谢3位的信任和支持，感谢感谢。然后我的组员是王韵玲、李雨佳和冯成朗，谢谢大家的信任，谢谢。那我们就各自开始分组讨论吧。我的组员和我一起去会议室，走，朋友们干活吧，绝不辜负你的信任，走。七哥又来了，又脱单很多次。分组和我想的差得多，是吗？是。但是我没有想到雨佳选了，但是我是觉得雨佳会选庞正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雨佳是自己选的还是被选择的。如果我是雨佳，我可能也不会选择诗文。我也是。班级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在一起。哦，他俩一个班的。本科李雨佳是第一，张诗文是第二。第一、第二之争。实际这个就很难去在一起合作，某种程度上合生量。确实，第一、第二比较很容易有那种观点上的那种冲突呀，或者是意见上不合。感觉好像还是想跟他比一比的感觉。就是要 PK 一下。对，我想和你成为对手。课题发布了，情绪经济。子琪平时关注情绪经济相关内容吗？我情绪消费挺多的。试举几例。因为我经常会去买一些那种解压的东西，我会买各种就是指尖陀螺。类似于指尖陀螺那种，就是经常会在手上把玩的一些东西。可能就2个吸铁石，然后手上会有一个挪来挪去的一个小玩具吧。对，就那种在手间给转。然后我发现这些东西卖的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就2个吸铁石可能就都卖了上千了的。啊？吸铁石挪的上千？对，它是那种就是你一划它咔啦一声，然后往下一划咔啦一声，那些都卖好贵，那么现在卖好贵的。花1000听个响。 5块钱买2个吸铁石，然后1000买那个咔啦一声。对，就是要那个响声。反正就是你在把玩过程中会比较放松吧。理解不了了吧？怎么你也买啊？我买啊。你也买很多啊？我不买很多，因为我到时候给你推几个直播间，他们抽奖送。才得是你啊！可以只要情绪，不用经济。只要情绪。真的，他们现在送的还挺多的，就那种东西现在可火了，就是那种咔咔的，然后大家现在手里都会有很多人把玩啥的。而且情绪经济，我刚刚突然想，咱们看节目啊，包括看脱口秀呀啥的，是不是都属于情绪经济？那必须的呀，是吧？你看咱们这个观察室的构成，就是跟情绪经济高度相关啊。怎么讲？不是，你能想象那个观察室只有我俩吗？ 收视率会掉成什么样？观众一看说完了，这个下班了还要给我们上个夜大，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整个构成其实就是个情绪经济的构成。我们4个是哪部不？我们4个。咔嗒一下，我天哪啊！超越平时是情绪消费大户吗？找朋友一起出去唱个歌啥的，就那个情绪宣泄出去。对。 就是最释放你情绪的歌是哪一个？反正凤凰传奇这个歌单唱下来，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人就对，基本上因为那有高有低的，有那个。哦，我才知道凤凰传奇是疗愈派的。疗愈派，绝对的情绪价值歌曲，也是情绪消费。对，疗愈歌手。我昨天特地去看了一个纯情绪消费，你知道有卖那个爱因斯坦大脑的吗？
你们不知道，就是卖他什么情绪？就是爱因斯坦大脑5毛钱一个，买完自动发到你的账户。然后无需发货，你就花5毛钱，自动植入爱因斯坦大脑，就纯情绪啊！你当然知道他不可能给你发。无需发货。无需发货。就你买完了，就是通过某种神奇的脑电波，我脑袋里就有了。就是他那个写着就爱因斯坦大脑无需发货，自动下载，就是你花5毛钱高兴一下。甚至你要不我卖2个给你，你也买了爱因斯坦大脑？我说你要不要买？我这卖。不买我。哎，你知道有多少评论吗？多少评论？8000个。8000个。有500个复购，我去后台查了一下，然后所有的评论都写好多。那说明有7500个确实接收到了爱因斯坦的大脑，真的，因为那7500个接收到大脑之后说上当了，上当了，还没想明白。那500个说变聪明了，希望更聪明一点。那500个说有效果。对，关键里面其中有一个可能坐在这儿。子琪，你说你刚才买过这个？我没有，我问智胜买不买？智胜买不买？我不买，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我这所以这纯情绪消费，对不对？太情绪消费了，就是大家欢乐一下嘛。哇，你说他消费都夸他了，这就是骗子。俊林平时有吗？我情绪消费好像还挺少的，我没有太多买那个购物这方面可能比较少啊。对，购物方面比较少。那种非购物类的呢？非购物，我也运动，我也看修蹄子的视频，修驴蹄，我也爱看修马蹄的视频啊。买皮肤啊？买衣服现在都买的少了。我说买皮肤。游戏皮肤哦，买皮肤确实是。哎，游戏皮肤我觉得真的纯情绪经济哈。对啊，对啊，因为它也不提升技能，啥也不提升，提升10点攻击力。对，有的还是有作用的。OK， 这是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下就情绪经济这个主题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交集的部分。那回到这个新闻专题片，对他们分组了之后4v4，全林老师站在新闻专业的角度，难点在哪？其实新闻专题片有很多的有难点的结构啊，然后深度啊、观点，但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找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哦，因为没有好的新闻故事，你后面的技巧都是无米之炊。但是真的去找那个好的新闻故事，我觉得是最难的一部分。好的新闻故事，你起码得符合几个标准吧。就你有没有眼前一亮？会心一笑，眼前一亮，你还要心头一暖，当头一棒。哎呦，对，就是你得符合这几个标准嘛。就是新闻故事，最不行你也得长声一叹吧。如果你一个标准都符合不着，对吧？那你这个新闻故事就是一个可听可不听的。那我觉得你后面结构再好，语言状态再好，录的再好，没有用。5个1，行，5个1，咱们一会儿就看看他们能符合几个。所以那接下来当吕佳进入到对面组了之后，就正式开始准备了，3个小时来准备，然后见真章。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他们讨论的怎么样。来吧。对，首先先跟大家坦诚一下我的思路。你看，它其实对组长和组员的加分也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感觉咱们这个组是没有组长的概念的。我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一起，我们群策群力，对，一起整合起来，然后我就是一个信息的服务者和中间商。好坦诚呀！哎，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讲了几个，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由拉布布引申出来，他的创始人王宁说过一句话，叫“快乐未来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这件事情总结到最后就是2个字：悦己。所谓的情绪经济，我觉得反映在我脑海里第一要义就是年轻人更愿意愉悦自己。因为我的工作极其的饱和，所以我需要拿金钱来买情绪。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 AI 的情绪服务，可能跟现在的 AI 会男女用对结合的比较热一点的话，就是提供这种全天候的陪伴，虚拟陪伴。AI 跟 AI 聊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买那个手串。海外电商其实对于这个特别的重视，就是它是真正形成一个文化现象的。水晶是不是？对，水晶手串疗愈水晶，同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悦己，那这个情绪的消费，情绪代偿，我觉得这个在所有的手串当中也是可以需求的。体现了。
这是我课上写的一个作业，然后就是写的改娃诗和捏捏。然后因为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创造了消费，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我感觉这个点也是我们可以延伸进来的。这个也很好，对。行，那我先想。咱就坐着说吧，咱快点。我喜欢站着。好，没问题。我站着，气儿通。只是我自己想到的哈，因为现在有2部现象级的剧，《长安的荔枝》电视剧跟它的电影，这2部剧导致今年的荔枝销量暴涨。我刚刚查了一下，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截止7月15号，茂名的荔枝迎来了历史级别的大丰收。所以说，荔枝这个事儿卖得很火爆，它背后并不是真的今年大家突然就喜欢吃荔枝了，而是这2部剧背后产生了极大的情绪价值。1300年前的大唐，他们吃到的贡品，我此刻就拿在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方面的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它有非常明显的可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那么这个魏魏，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不，就是可以帮大家搞数据是 OK， 但是肯定不是专家。其次就是这个现在非常的火，我觉得这个火爆程度不亚于刚刚结束的拉布布。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刚刚联系了2位嘉宾。啊？怎么都联系嘉宾了？不会又是老师吧？谁呀？雷佳音。我已经联系好了，此时此刻如果同意的话，就可以拉群的那种。哇哦！一个是卖荔枝的公司的经理，一个是北大光华的农学专家。哇哦！如果这个选题能同意，那就可以拉群的那种，非常的快速。OK， 我的分享结束。哎，构成不错哎，这个嘉宾构成不错。学术加实务，但前提是以荔枝作为这个切入口啊。那我感觉他这个点，我感觉很全面，尤其是2个嘉宾真的非常的加分，而且你的加入，咱们整个经济的那个思路和框架，属性更强，肯定在学理上是成立的。对，林薇是经济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头脑风暴，各个方面的维度，实务经济、文化类。我正好接着你刚刚那个说，子檀，其实你刚刚那个总结来说，应该叫文化 IP 乘以热梗。我们可以以荔枝，因为正在热播嘛，去切入，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那个内容可以去做，然后可以不要一直提荔枝这件事，不然就会被攻击。我觉得拿荔枝做第1轮的引子，对，就是那就是文化 IP， 声音太大。文化 IP 乘以热梗，然后引发的消费热潮。因为长安的荔枝它算是一个文化上的 IP， 然后乘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最近都在追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我联想到一个类似的，就是玫瑰的故事，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某咖啡品牌联名了玫瑰的故事，然后推出了玫瑰拿铁咖啡，当时在线下那个电视剧播了以后就卖得很火热。这2个事情其实都是借助了热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和话题性，然后成功的去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的关注度。我觉得咱们其实做一个就是细分，对，细分就是文化 IP 带动情绪，对。王玉就完全好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王玉有自己的想法，应该是。他有别的想法。对。没事，玉哥，你如果有想说的，咱们就直接说。然后我怕等会儿咱们聊起来了，你就把你的点忘掉了。我是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具体的抓手？就是如果说，我大概能 get 到你说的那种感觉，你担心它只是因为情绪引起的一次个别的消费，然后它没有成体系，是这意思吗？我只是觉得有点散。你看刚才拉布布它全篇都会有一个抓手，但是现在的话，就我觉得我们不管这个东西是一个商业体，还是一种消费形式，还是一种互动形式，我们得找到一个就是文化 IP 啊。就是文化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东西，可能你问10个人，有9个人我没看过，怎么办？对。它荔枝这个到情绪经济可能没那么鲜明哈，对，不那么典型。对，绕了一步。
不，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选题，然后老师让我们自己去切入角度，那么我们本身就是要切入我们觉得有趣能够去做的这个赛道进去，然后通过这个采访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也好，拿到我们最后觉得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没有必要一直自证逻辑。我同意说的。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这棵树上摘只属于我们的苹果，其他的苹果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不需要向大家证明，不需要。你看没看过这个电影？我只需要用数据告诉你，今年荔枝暴涨50%。对我们采访了50个人，可能有30个人没看过，没关系，这30个人不重要。我们就采访那20个人，放出来的就是20个人的。而且数据在这儿，今年荔枝就是暴涨了50%。现在有点3对1的意思啊。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它其实是从文化一个单个的视角出发的，就是片方它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消费荔枝而拍的这个电影，但是我是觉得它没有形成一个经济体，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刚才哄睡或者 AI，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经济模式。但荔枝它没有引出一个经济模式来，网友还是会有自己的坚持。卖荔枝，而且不是一个情绪经济的模式。对，它是这样的，它不是经济模式，就是因为你单说，我懂你的点，你觉得单说卖一个荔枝一个水果里面的一个品类很难去说服对方，但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们由荔枝引发的是一个消费热潮这件事情。对，只是我们的细分切入点是因为文化 IP。更细切进去，就是勾连一下，就是说有可能我买荔枝只是因为我听到了今天说长安的荔枝上映了，那消费的原因是有很多种的，它可能是因为剧里的情节，它也可能不是因为剧里的情节，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提的太多了，所以我买了。就是我们在论证这个经济数据和这个文化现象和消费现象之间有关系的勾连期间，你不知道它的消费动机是什么。消费动机，比如说拉布布，它消费动机就是我就买一个无用的，我来展示，我来跟风。我们可以发现很明确的消费动机，但是长安的荔枝和荔枝被售卖，它的消费动机，确实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他要证明说，因为长安的荔枝这个文化 IP 的确跟今年荔枝增长了50%的销量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对。所以它难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选题本身。是的。说文化 IP 和消费之间。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你现在其实那如果互相懂。互相懂，互相怼，差不多。对，就是所以我们要把 IP 跟情绪给割开。我觉得这样子它成立下来，它更像是一种 IP 经济。我反而觉得你说的哄睡师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情绪。我是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具体的情绪的锚点，其实它具体是什么？这个情绪是我高压，还是说我需要陪伴？就这些是情绪。对。我懂你说的什么意思，确实有漏洞。我觉得荔枝就是它不是情绪经济，就它不是由于人们当下的情绪所引发的消费，它是由于社会热点或者说某一个事件所引发的消费。对。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已经变成了，我们是要更扣新闻，还是要更扣情绪价值？我觉得要更扣本身情绪经济本身，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要为了过于追新而就是放弃它本身的主题的利益。哦，陷入僵局了。时间不多了哟，还有3分钟。3分钟未免。所以先给选题啊。OK， 那这一趴咱们先封存一下，然后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其他点子的话，就做长安的荔枝。现在咱们换个思路，我们就从情绪，有哪些行业就是由情绪催生的？直播呀，赌博，主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有的是提供这种以互动情绪价值，还有的是才艺展示。我觉得情绪价值就是那种不在衣食住行内的之外的，对之外的实体消费之外的东西，比较直观一点。
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和布局。首先，我觉得我们2组都会有一定的完整性，所以我觉得最终的目标其实看2个点，第一个是完整度，第二个是精彩度。有，这是队长范儿。我觉得第一项其实我们很难拉开太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在第2项惊喜上去下一点功夫，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考核。然后第2个点呢，就是刚刚准备的时间，我其实已经列出了整个策划案的这个框架。因为我之前做过类似的策划案，所以我已经列出了8个大的题，8个大的要点。人家在投票，他已经把大纲列出来了。哇！大的要点，你可以坐过来，对，你坐一起。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有压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大致的想法，我们肯定是要修改的。最重要的2个部分我空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专题的名称，还有新闻的标题，就是我们主要的内容。第2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形式到底是什么，就是形式为大，内容为王。就这2个点，我们是共同商讨去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剩下的内容我们就像填格子一样，把这8个大点给它填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在想，我们的这个选题最终，它一定是要有关注度、有曝光量的话，它必须是一个热点。它的切口可以很小很小，但它一定是要一个很热，很热的事件，而且它辐射的人群和它的受众一定是广的。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拉布布它会有做成一个专题的一个意义所在，其实是因为它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题它一定要引发强烈的共鸣。好清晰啊，专业。然后我是这样想的啊，我是从刚刚鲁豫老师说了2个案例，一个是海底捞做美甲，一个是密室骂老板的房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2个事情？为什么一听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点在于，我并不是说我直接奔着这个消费，一开始就奔着这个消费去的，而是说这个场景本来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场景，但是我们想去在里面挖掘出一些不同的价值。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打的反差点，所以我们找的这个例子一定也要让老师们或者让观众们一听会觉得，哎。共鸣，对，好像是，对，所以呢，我想了这几个啊，有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叫《只有红楼梦》，大家知道吗？大家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个方面会比较火。我觉得原因是大家去那个地方不只是参观那里的历史和展品，而是说我想通过这种演绎的方式来去欣赏历史和展品。就这个打的这个点，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利店售卖这个好运喷雾，因为它本来是便利店应该是我们买最实用、日常最着急的东西，但是现在便利店也开始卖这种情绪方面的价值。然后还有一个过家家式的一个消费空间，就是有这样一个空间，成年人花198块钱就可以在一个玩具厨房里去煮泡面、捏橡皮泥，体验自己小时候体验过的事情。成年人的儿童乐园，对，有点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前段时间一个新闻，就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他售卖一袋垃圾。它的标题就是一袋垃圾，他找了很多那种家里的玩偶啊东西的边角料，然后就去卖这一袋垃圾，买的人非常非常多。有人说他买的不是垃圾，是叛逆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你看看，雨佳果然在另外一支队里独当一面。哎呀，他这几个点都还挺准的哈。好玩。你找案例非常多。对。然后我就速速的就是过了一下这些案例，我觉得这些案例比较出色的点，或者说我选择他们的点，是因为它不让人听起来一下那么简单，就是不是让我听完我就知道哦，这你大概怎么做我就知道了。对。我觉得如果要符合就是受众要多，还有共鸣要广的话，比较符合是那个便利店的好运喷雾。我觉得它的受众其实会更多人一些，对，更广泛一些。但是这个说实话，我有点小，就是太小了，就是有一点。其实我看到这个，我都没有在便利店见过，说实话。现在什么东西最热啊？除了拉布布，什么东西最热？脱口秀。小卡。小卡，就不管是那种什么 IP 游戏 IP 的，还是 idol 的，反正就是小卡这个东西挺火。小卡片。对。你找一个一说不用解释，大家就能知道是什么东西。情绪价值，情绪经济。
或者现在还有那种咖啡厅可以撸猫撸狗啥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普遍。我觉得宠物殡葬是可以说的，可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就共鸣不到。单身经济怎么样？单身经济其实就有点像不结婚不生孩子养宠物。我知道除了拉布布很火的情绪经济就是谷子，但是谷子这个事情跟盲盒太像了。对，所以我觉得盲盒经济这块我们就先不碰了。因为已经有拉布布这个了。对，就是我想到的情绪经济的相关案例，就团播、艺人活动、视频会员，然后一些 IP 衍生的周边。团播倒是现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热点。团播现在真的好火呀！团播绝对情绪经济，这就是对，这超越刚才说的主播里面最近最火的热点，而且是今年火的。哎，热，对，今年火起来，符合新闻的新的要素。就是你刷一个什么，就有个指令。对，然后你很少的钱，他就你刷玫瑰花，我就一个飞吻什么的这种。有互动啊！哦，刚才老子说团播，我是觉得不错，这个选题团播我是觉得可以。花小钱大参与感，就现在很多团播还有就是说，我想看这个主播给我跳这个舞，只要我刷一个啥，他就能给我跳那个指定的舞，就是菜单，菜单什么发牌舞啊，什么舞啊，我只要刷一个啥，没少看，可以。我是受众，对我也刷到过，对，发牌舞、扫腿舞，这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的打的，有的打的，哇塞，朗子提出来的团播，我只是随便提一下。所以你平常看吗？我不看啊。你不看？但是我会，对我去了解。我投一票。没事，雨佳，你我想想啊，我现在正在想这个，可以再想一想。但还有一个问题，有的人看这个仅仅是为了看，而没有拉动经济，就是他没有反哺经济。但是他在那个直播间里有那个人数，他就是经济，因为有数据。我在想，就是我们的人群分析其实并不只是消费了的人，对，他有很多他想消费没消费，或者他就是不消费。那正面反面我们其实都能有的说。对，这个点是可以打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就怕这个题不够有意思。团播已经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团播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为了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而出现，而不是说是某一个东西衍生品。就比如说，它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把团播这个东西放大一点，就变成直播吧。直播之前的一个功能是带货，有一个比如说像那个椰子水，那什么，我从小喝到大，从小喝到大。小喝到大，它其实那个直播间最底层就是为了去卖那个椰汁，但是后来他们可能也会为了说看了那个主播，我觉得好喜欢你，我想获得你的一句谢谢，然后我付钱，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才衍生出来了团播这么个东西。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就是团播里面的一个小点？我明白，要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案例，对，会有一个更高的点，或者有个更细的点，就把它落下来，就是得有一个东西。我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我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做团播这个题，还是说雨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小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如果我觉得你们三个都觉得这个 OK， 那我们就做这个。但我有点担心你会觉得不会，对不对？不会。那我们就直接说思辨一点。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找具体案例了，比如说盲盒经济里的拉布布，我们要找一个团播经济里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具体落地的新闻。推进的很快。对，我觉得可不可以？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就是团播里最近有很出圈的一个明星叫萝卜。我想到的也是这个。就是那个娄淄博萝卜，就是那个扫腿舞的那个男播，老沙道，哪一个？太洗脑了。
那个的点就是它的服化道，包括它的运镜，对，主要是运镜，对，很吸引人，而且很多明星都在扫。对。迪哥，那就说杨迪，迪哥，哇，就是从团播变成了一个打卡景点，对，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所以我们就是以扫腿舞引入，对，因为这个近期刚好是很近期很火。一支扫腿舞。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哦，就是我们这个新闻是不是应该以扫腿舞引入，然后之后指出团播这个事情，就不要一上来就说团播。对，是的。那我觉得我们起标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根据那个新闻去起？一支扫腿舞如何跳动，如何扫出？那其实就一条腿如何踹开这个什么市场的大门？踹开。因为它不是扫腿舞吗？不是一条腿吗？那也不是踹吗？如何扫出吧？我觉得比较行。扫或者滑出，如何舞出？他们这组效率真高。对，而且氛围很好，一致，价值观念非常一致，对不断的往前推进。对，现在已经在讲细节了。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吧，因为并不是说他扫了腿之后他才有的这个事情。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是它可以是吧？可以，就这样吧。这个反正后面还能改，先这样，主体，我们先给它按删条给它交上去。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定专题的名称，名字叫什么？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对，就这个味儿是对的。对，这个东西很贴切，它很意象。对，非常非常贴切，而且这个江湖这两个字就把所有的社会情况，然后文化情况、消费情况全部都囊括了。对的，这个味儿挺正啊，挺正，可以。旁征真的功不可没呀。你看他这个架子一搭，所有人就有了方向，每一步要探讨什么，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就8个条款往下推进。然后我们接下来写的是节目内容与形式，探讨问题节目意义。我刚查了一下，就比如说你刷礼物让他跳舞这件事情，在个人主播上之前也已经很多了，舞蹈主播你给他刷，他就可以跳，这个很正。但我们做的是团播嘛，所以就是个人和一群人的区别。那我们要聚焦在那个选择。团播这个东西是选秀的一个衍生品，对，要聚焦在选秀，对，就是和我这个人的支配权，对于这一群人的选择和支配权，这个才是我情绪的出点。哦，这个点很重要，对吧？这个是准的，掌控感。就是为了他，就是因为他沉浸式的参与了，然后他对于这个养成系，他觉得我是自己人了。对，那之后你火了之后，我会将这个情感链接持续的转化为我要持续的给你刷礼物，持续的捧你。是，那就把你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是我们根据这个改。沉浸参与式造星所带来的权力感让度为持续消费力。Oh my god！ 出来了。你还能记得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吗？沉浸式造星带来的权利体验让度为持续的消费力，非常在点上。方向是对的，往下走了一步了，从消费到权利。你看看咱们这个，有人想提案，对，有人很靠谱，有人一句话修成论文，京剧点评见真太强了。对，我们都是为了拿个分儿。对啊，我刚刚还和他说，我说这一次必须要拿下，对，因为这不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4个人必须要拿下，我们一定可以拿下的。当然可以。哎呀，鼓舞士气的，箭在掌握之中啊。那我们分板块认领吧。我写3，你写3。对，报道的核心主题与子议题。我写那个背景和意义。啊，可以，你写第2大点以及选题背景和意义。那我就4吧。啊，好，你是报道内容和形式设计。行，好，那我就来写这个采访。加油，各位 ！OK， 开干，来了！哇塞，我们这个进度非常之快啊，家人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有你在很安心，真的。没有，我生怕真的很安心，我很怕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感受。不会，你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队长了。哎，我觉得他们7点之前能有一个很成熟的内容出来。对，点也好，切口也好，分工到位。
哎，雨佳，要不我们现在就分头收集资料，然后把它放在同一个文档里。可以，我给你分享一个加密文档，这样就算不小心发出去，别人也看不了。加密文档这怎么弄的？因为我经常手滑发错人，好尴尬。我之前也是，就比如说我们要转发一个保密文件给别人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华为笔记本电脑的加密分享功能，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华为账号告诉我，看你能收到吗？收到了，收到了。嗯。哎，那我发给王玉试试看，我看看他能不能打开，检验一下。月玲，这个文件我打不开啊。真的打不开。果然打不开，好好呀，学到一招。真的。嗯。还没有选题吗？我觉得就是钻在那个死胡同里面，有点没钻出来。然后又没有人在推进来做决策。诗文。哎呀，卡住了呀！没事，不担心，不着急。别卡住啊，先风暴啊，先发散后收敛啊。时间飞逝。你看，大家现在都在那种情绪里边，没在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哄睡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哄睡师好小众，其实。就是哄睡师的话，我有一个担忧，就是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哄睡师几乎只能做就是批评性或者建设性报道，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2个就是准入或持证上岗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被解决问题、解决困惑的不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没有想到是宠物经济。有的，这个也是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他们要宠物的陪伴，他对于宠物的依恋也是一种情绪经济。那宠物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宠物经济感觉要绕的逻辑链条有点多。它的典型性就是它是人类数百年情绪经济的一个产物，它在这2年的新文献那个新字又不够，像团播就是新，他哪怕想个短剧，我觉得也那个一点啊，短剧的情绪经济也新一点。就我觉得咱们如果找一些主流媒体报过的选题会更稳妥。就是刚才我这个改娃师和做捏捏，就它都是新闻直播间里面报过，所以我就觉得拿来就能用。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找功能性不那么强的东西，就比如荔枝毕竟还能吃，但是捏捏就是它功能性就是能 get 到那个意思吗？但我觉得这个科普性上会不会有一点点没有其他的那么比较小众一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可能像也不一定要做拉布布，但没有办法像拉布布那么的。就是我们得解释。呀，我刚刚就是说解释成本需要一点，占你的节目的量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社会性现象，它是一种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对，确实比较个体。他们这个队啊，现在就很需要情绪价值。对。这个组里有主意的人太多了，有主意的人特别多，又想那个保持体面的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我怕这事搞砸了。这是我觉得我们得出点子了。大家都放轻松一点。不过没事，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实在不行，长安的荔枝已经讨论得很好了。文化破圈保底是吧？这文化 IP 破圈保底。文化 IP 保底。谁说 IP 不是情绪经济了？对，我那就是啊，谁说不是？你凭什么说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说，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行，只要不是荔枝就行。我觉得荔枝太冒险了，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了。现在我们该定了，对。现在荔枝它是一种消费热潮，但是后续的经济实体是可以利用这种模式去进行不断的打通的。他情绪的点在哪儿呢？他们总是在绕那个。对。哎，这个有哎，从泡泡玛特到长安的荔枝，情绪价值的满足有的，我觉得这个算啊。如果它是一个新闻报道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个新闻现象的话，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新闻现象。我觉得是，确实，哎，然后
你那个销量我也找到了，今夏荔枝采购量与销售量都实现同比增长，某平台上广东荔枝成交额同比去年增长超560%。对呀，大型品牌商超线下销售额环比激增128%。你看，爆炸式增长。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我好新哦。他说唐玄宗明知道且劳民伤财，却依然不惜代价去运荔枝，驱动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满足杨贵妃的情绪价值。而且回到我们刚刚讨论那个点，情绪就是一时的，就是满足当下的。而且当我吃荔枝的时候，杨贵妃没吃上，我吃上了，我就倍儿高兴，这就是满足了我的情绪价值。新闻的几要素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这件长安的荔枝这件事情，几要素全部符合。好，做它。他们其实在说服王玉。对。组长，你觉得呢？你也想想。那诗文，他要再果决一点，